半夜医院来急诊，说一对野鸳鸯在车里偷欢，意外窒息。我赶到现场，却发现当事人竟然是我相爱10年的老公。即使昏迷失去意识，老公依然紧紧搂着怀里的小青梅，而他的手上甚至还戴着我们的婚戒。后来我痛定思痛，提出离婚，迎接新生。老公却成了圈子里的笑柄，盼烟都嫁给年轻帅气的弟弟了。某些人还以为自己是初恋白月光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封闭的车门打开的瞬间，一对男女瞬间暴露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下，而原本是来出急诊的我，在看见那张熟悉的脸时，仿佛被雷劈中，彻底僵在了原地。那张脸我再熟悉不过了。今天早上临出门，他还深情地环着我的脖子，体贴地替我整理着衣领。他低柔的嗓音仿佛还在我耳边：盼烟，今天晚上下班早点回来，我等你一起庆祝咱们的10周年结婚纪念日。是啊，今天是当初那个跟我一见钟情的男孩，我们结婚的第10年。我满心欢喜地想着，出完这个急诊就赶回家去，拥抱他，亲吻他，告诉他我还想跟他一起度过很多个10年。可是此刻，面前的一切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捅进了我的心里，鲜血喷涌，淋漓满地。不是的，我浑身都遏制不住的轻轻颤抖，不停地试图否认眼前的事实。不会的，一定是我看错了，这个人只是长得像我的现封而已。然而下一秒，随着移动，男人昏迷中仍搂着怀里年轻女孩的手上，那枚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婚戒，终于还是给了我致命一击。身旁一起来的同事狠狠推了我一把：童主任，您怎么还愣着？赶快抢救啊！我被他推得一个趔趄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是啊，我应该冲上去救人，可是我的眼前却被弥漫的泪水模糊得暗无天日，不知道谁在身后把我推了过去。我失去平衡，摔倒下去，一滴眼泪恰巧落在了那张此刻令我无比陌生的脸上。我被人催促着，抖着手把他们分开，机械地试图给彭宪峰做急救。然而就在我把他拉开时，他却在半昏迷中急迫地再一次搂住了怀里的女人，嘴里甚至喃喃着：妍妍，妍妍，抱紧我，我好冷，妍妍，我要你，我爱你。瞬间，仿佛一盆凉水从我的脑顶兜头而下，我绝望地闭上眼，双眸酸胀灼热，无比痛楚。我猛地站了起来，脸色苍白地转过了身。跟着我一起来的同事这才发现我的异样。童主任，您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强忍着情绪，点了点头。哦，那您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我看这对野鸳鸯也没什么事，这男的还深情告白呢。同事的话此刻在我听来无比刺耳，我的喉咙上下滚了滚，到底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，像一个被人追杀的逃兵，飞快离开了现场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医院。午夜的主任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我靠在墙边，眼泪顺着眼角不停地坠落。彭宪峰昏迷中的那句“我爱你”，像一把剑正中我的眉心。10年前，他的许诺犹在耳，历历在目。那时他看向我的眼神是那么坚定执着。童曦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我过去的20年人生是多么的空白。是你给了我阳光，教会我相爱，是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幸福的事。我将用我的一生来陪伴你，从此我的眼里、心里都不会再有第二个人。童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多么珍贵的3个字，我曾经放在心底重如千钧的3个字，
如今却在这样不堪的境地里，从他嘴里再次说了出来。这一次，他说给别人听，我不敢哭出声，只好狠狠咬住自己的手臂，直到口腔里充满血腥味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把自己做手术的右手咬得鲜血淋漓。可是为什么不痛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痛？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心痛欲裂？彭宪峰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几乎杀了我？忽然，有人推门走了进来，办公室的灯被点亮，蜷缩在墙角的我无所遁形。我绝望地抱着头，嘶声哽咽：“别看我，别过来，求你！”然而脚步声还是一寸寸走了过来，每走近一步，我就愈加绝望一分。终于，来人在我身前站定，一俯身蹲了下来，他伸手握住我流血不止的右手，嗓音轻颤：“师姐。”我猛地抬起头，来人不是别人，竟然是我老师的小儿子，我相识了快20年的小师弟吕林晨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从小是我的老师把我带大，吕林晨几乎是我的亲人。巨大的痛楚在看见亲人的瞬间彻底崩塌，我哭着抱住吕林晨，难以遏制的低吼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？”滚烫的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滑下，滴在吕林晨的肩头。他不停地摩挲着我的后背，一句又一句低声安慰：“没事了，师姐，没事了，我在这，我陪着你，童熙，我在这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浑身的力气都消耗殆尽，脱力般跪在地上。林晨把我扶到沙发上，从处置床边拿过纱布，流着泪替我包扎：“童熙，你知不知道你这双手救了多少人的眼睛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术是多少病患的希望？你怎么能这么伤害自己？”我绝望地闭了闭眼，喉结上下翻滚了好一会，才终于开了口：“林晨，彭宪峰他，我看到了。”吕林晨打断我：“刚刚在楼下，我看到他和那个人被送进医院了。我听去现场的同事说了现场的情况。师姐，答应我，无论如何不要伤害你自己，好不好？”良久的沉默后，我轻轻点了点头。吕林晨眼眶通红地看着我：“师姐，你和宪峰哥结婚10年，一直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希望你们能好好谈一谈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10年前他那么奋不顾身地跟家里抗争嫁给你，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吧，好吗？”林晨的话瞬间把我的记忆带到了10年前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初入社会的愣头青，没家世，没背景，两手空空的青年医生。彭宪峰是我的患者，也是我主刀的第一台手术。我把他从几近失明的绝望中拉了回来。他恢复视力之后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。他说我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他灰暗的生活里。这个家境优越的男孩就这么对我一见钟情了。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可彭宪峰的父母却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无父无母，无房无车，是个一穷二白的人。彭宪峰的父亲甚至跑到医院来，当着所有医生护士的面对我破口大骂：“臭婊子！你以为你那点甜言蜜语能骗得过宪峰，也能骗得过我吗？你穷得叮当响，凭什么嫁给我儿子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做梦！”周围的窃窃私语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无助和窘迫几乎将我淹没。然而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身影猛地冲了过来，挡在了我身前。爸，是我追的童熙，也是我跟他告的白。如果没有童熙，我根本不想再活下去了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会一辈子喜欢的人。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我喜欢他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就是喜欢他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
我要娶她。那个夏天，那个午后，那个穿着白色衬衫挡在我身前，为了我对抗全世界的男孩，就这么住进了我心里，一住10年。手背刺骨的剧痛传来，我睁开眼，看着办公桌上的结婚照，心中暗暗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彭宪锋，为了10年前的你，即使再疼，我也要给我们的婚姻一个机会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坦白，只要你能跟那个人断干净，我愿意把所有的痛苦委屈全部咽下去。只要你还爱我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，行尸走肉般推门进屋，看着家里熟悉的布置，鼻翼间都是今天一早买的玫瑰花的味道。10年来，每次结婚纪念日，我都会一早订好花，在他醒来的瞬间送到他怀里。今天早晨也是一样，彭宪锋捧着花，满脸幸福地靠在我怀里，问我：老婆，你会不会永远对我这么好？我们的感情一辈子都不会变质的，对不对？当时我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低声承诺：相信我。只有简短的3个字，不需要多言，因为我相信相伴10年，我和老公之间已经有了心灵相通的默契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今天早上还安稳踏实的幸福，会在短短10几个小时之后彻底崩塌。那个本应该在家里等着我回来庆祝10周年纪念日的男孩，此刻却因为跟别的女人偷情而在医院接受治疗。而痛苦的崩溃过后，那个女人的脸也逐渐浮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想起来，那个被彭宪锋紧紧抱在怀里，甚至半昏迷着都心心念念的女孩，正是他之前跟我提过的公司新来的实习生。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公司里的八卦。可是1年多以前的那天，他下班之后手里拿着一束鲜花，笑着走进了家门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明显一愣：童曦，你怎么会在家？确实，这个时间我一般都在医院里加班。我没有回答，笑了笑。花很漂亮。然而彭宪锋的表情却在这一刻有一丝难以控制的紧绷，有些慌乱地解释道：是我们的单位的实习生送的，我带他做成了一个 case， 他为了感谢我才……宪锋，没关系，我没有怀疑什么。可是我越说，彭宪锋越紧张，甚至越描越黑。真的没什么，而且我之所以会帮他，也是因为他跟10年前的你有点像。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件事，在彭宪锋说出这句话之后，顿时变了味。我没有再说话，也没有再问什么。可是这个叫蔡雪妍的女孩，却在1年间无孔不入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。她送的花，她买的小零食，甚至她的外套。甚至有一次彭宪锋出差，我的电话打过去时，是蔡雪妍接的电话。宪锋哥在忙，他的手机放在我这里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转达。我默默挂断手机，把心中的不悦和委屈全部咽回了心里。我不停地告诉自己，要相信宪锋，相信我们10年的感情。所以我从来不去问，不去查，甚至没有翻过一次他的手机。可是此刻，那个像10年前的我的女孩，彻底取代了我的位置。他们在车里亲密缠绵，甚至闹得人尽皆知。整整10年的相知相守，没有顶住他们相遇的1年。我的婚姻和幸福都变成了一场镜花水月式的泡影，被蔡雪妍的出现击得粉碎。黑暗中，我无力地靠在沙发上，心中难以抑制的酸楚让我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我想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一场噩梦。可是眼角滚烫的眼泪和痛到无法呼吸的心脏都提醒着我，让我连自欺欺人都做不到。我抱着头哽咽，痛苦地蜷缩在沙发上，
被过去10年的幸福和今晚的一切捅了一刀又一刀。我就这么默默疼着，忍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边渐渐泛起了雨肚白，而家里的门终于咔嗒一声被人打开了。一整夜，我的老公在我们10周年纪念这一天消失了整整一夜。彭宪峰走进门的瞬间有些诧异：“老婆，你怎么睡在这？”我撑起疲惫的身子，酸痛的眼睛死死盯着他。“你去哪了？”彭宪峰有一瞬间的慌乱，可是很快调整了脸色。“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你没看到吧？公司临时有一个紧急的 case， 非得让我回去不可。我看你也要加班，一时回不来，就赶去公司了。”彭宪峰边说边走过来，亲密地靠在了我怀里，胸口被他贴着的地方仿佛被烙铁烙穿了。我忍着疼沉默着，心中写满了被骗的痛楚。骗我，竟然还在骗我！他脖子上跟人亲密的痕迹还在，竟然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跟我说他是去公司加班了。我究竟有多蠢，竟然从来没怀疑过他？过去这1年里，又有多少次这样的情况发生？我竟然茫然不知。看我冷着脸，彭宪峰讨好地搂住我的脖子，凑上来在我的嘴角落下一吻。“好了好了，盼烟，别生气了。我知道我不该为了工作忽视你，我下次不会了。我今天一整天都留在家里陪你，好不好？”他的语气那么自然，态度那么亲昵。如果不是昨天晚上我亲眼所见那令人不齿的一幕，或许我真的会再一次相信他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的靠近和亲吻却忽然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他的双手曾经环着蔡雪妍的脖子，他的嘴唇刚刚还在他亲吻，甚至他整个身体都被人占有过无数次。我的胃里一阵天旋地转，猛地推开他站了起来。“不要碰我！”彭宪峰被我推得倒在了沙发上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因为结婚整整10年，我对他千依百顺，恨不得把他当成孩子来宠溺，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重话。每次发生矛盾，无论是谁的问题，我都主动承认错误，只因为我在结婚的时候曾经说过，会一辈子爱他宠他，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所以彭宪峰从来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，甚至动手推开他。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，彭宪峰几乎反应不过来。“盼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我嘴角漾起一抹苦笑。我也想问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可是我要怎么开口？如果我开口了，他又会怎么回答？理智和冲动不停地在我的胸口盘旋。我沉默了半晌，才堪堪将即将吐出口的话咽了回去。我看着他，看着面前这个我自以为心意相通、爱了10年的男人，低声问道：“彭宪峰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希望你无论如何如实回答我。”彭宪峰点点头：“你说呀，老婆，我当然会告诉你。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的。”我苦笑了一下，嗓音嘶哑：“真的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究竟在哪？”彭宪峰瞳孔颤了颤，咬着嘴唇犹豫了。可是仅仅短暂的几秒，他顿时变了脸色，不悦地瞪着我：“童熙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结婚10年了，这点信任都没有。你让我之后这么多年怎么坚持下去？不就是没过纪念日吗？你至于这么无理取闹吗？别做了行吗？”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看着因为我的一句问话歇斯底里的彭宪峰，一颗心凉到了底。良久，我垂下眼眸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医院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一眼彭宪峰，转身大步走出了家门。直到坐在车里，我才终于脱力般靠在了椅背上。我抬起手，
狠狠抽了自己10几个耳光。我恨自己拿得起放不下，甚至连一句实话都不敢问出来。我恨自己是个孬种，不敢拆穿他。我更恨自己，直到现在还对这段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心存希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放不下他？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爱着他？逃也似的来到医院，我却不敢去办公室。今天是我的休息日，我怕同事们问我为什么不在家跟老公2人世界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有一个相爱10年、感情很好的老公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就当我躲在楼梯间偷偷自我折磨的时候，竟然听到了2个小护士私下里的八卦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昨天急诊送过来一对狗男女，怎么没听说？在车里偷情休克，被人拉过来的时候赤身裸体的，急诊的人都知道了。我好奇偷偷去看了，那俩人醒了之后还在那卿卿我我呢。我把他俩录下来了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听着小护士的对话，我的心沉到了底。紧接着，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：“妍妍，你没事就好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恨不得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。”蔡雪妍冷笑了一声：“担心我？担心我你就应该立刻跟那个老女人离婚。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不是说找机会跟他坦白吗？你不是说每天跟他在一起都觉得恶心难受吗？恶心难受，这4个字像一把把利刃插进我心里。原来我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婚姻，在他眼里竟然是这么折磨的事。原来他早就想好了，已经打算跟我摊牌了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为什么让我像个傻子一样沉溺在幸福婚姻的假象里？难道我们10年的感情就换不回一句实话吗？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，绝望的窒息仿佛要将我吞没。我拼命逃回了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，我看着窗外穿梭的车流，过往10年的画面在脑海中不住流转，快乐的、难过的、幸福的、伤心的，那么多珍贵的回忆，却通通被打破，最终只能走向不堪的结局。我就这么呆呆地坐了不知几个小时，仿佛经历了一辈子。终于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彭宪峰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，彭宪峰喘着粗气应声道：“喂，你什么事儿？”我顿了顿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在哪？”彭宪峰停了几秒，才犹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：“我们公司有个实习生住院了，我来看看他。”我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，一切已经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了。那个实习生是蔡雪妍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在一起，昨天晚上你也跟他在一起。我几句话出口，对面的彭宪峰立刻恼羞成怒地炸了锅：“童曦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自己心脏就要这么诬陷我？你不要以为我会无休止的忍耐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的容忍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再这么做天做地，别怪我跟你离婚。”好，我毫不犹豫地开口打断他的话：“彭宪峰，我们离婚吧。”电话那头聒噪的咆哮声突然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彭宪峰带着哭腔的一句反问：“童曦，你说什么？”我撂下一句话之后，10年来第一次主动挂断了彭宪峰的电话。我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彭宪峰，我不要你了。我推开门，却发现门口站着一脸尴尬的吕林晨。师姐，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，我本来想来看看你好点没有，看你在打电话就没进去。我点点头，没事，反正你早晚要知道。林晨皱着眉看我：“你真的决定了？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”我沉默地点点头。林晨，开车送我回家一趟吧。我把自己的东西取出来。吕林晨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他为了我10年的婚姻感到惋惜。
我和彭宪锋一路走来，他都看在眼里。他知道我在这份感情里付出了多少，也正是如此，他也了解我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，就不可能再回头。在吕林晨的陪同下，我再次回到了这个家。我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，一寸寸抚摸过曾经每天都要触碰的家具，像是对过去10年的时光最后的告别。终于，心底的痛处渐渐平息。我知道时间到了，我简单收拾好了自己的衣服和物品，这里的一切我都不想要了，都留给他，我自己干干净净地走，就像10年前一样。吕林晨静静地看着我把简单的衣物收进行李箱，脸上满是惋惜。师姐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我只希望你能记住，有人永远站在你这边，你不会是一个人。林晨的话让我心中一阵感动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然而，正当我打算离开时，门却被从外边打开了。彭宪锋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而他身后竟然跟着那个破坏了我一切幸福的女人。一股无名火顿时顶到了我的胸口，他竟然敢带着那个王八蛋回我们的家。彭宪锋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行李箱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童熙，你不要再闹了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直到现在他还认为我是在跟他闹脾气。我在电话里说得很明白了，离婚协议我会找律师发给你，今天我就搬出去，之后你愿意带谁回来都跟我没关系了。说完我抬腿要走，彭宪锋却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童熙，凭什么你说离婚就离婚？你不也带别的男人回家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就因为我对妍妍好了一点，你就要做到这个地步？还是你自己心里有了别人在借题发挥？我疲惫地甩开他的手，够了，放开我。很多话我不想多说，毕竟一起相处了10年，好聚好散吧。我不要。彭宪锋几乎歇斯底里，你就是为了这个贱人，你移情别恋了，要甩掉我跟这个贱人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你说呀。至此我终于彻底愤怒了。我可以忍受他污蔑我，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吕林晨无辜受冤。凭什么彭宪锋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辱骂别人？明明出轨偷情的人是他自己。彭宪锋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之所以不想说清楚，就是想最后再给我们的感情留个体面的结局。我为什么离婚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？你跟蔡雪妍在车里偷情休克，当时是谁出的急诊你知道吗？是我。我亲眼看着你们赤身裸体被从车里拖出来，看着你衣不蔽体的把那个王八蛋搂在怀里，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我他妈嫌你脏，老娘不想要你了，这个理由够了吗？我的一番话像是一个炸雷，把在场的3个人全都砸懵了。彭宪锋也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变成了脸色惨白，他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了那一幕，更没想到他的奸情早已经不是秘密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不是的，童熙，你听我解释，老婆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只有冰冷。彭宪锋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亲眼看到的一切，你无从狡辩。彭宪锋的眼泪倏地落下，他跪着西行到我脚边，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腿，大声地哭诉：老婆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太爱你了。他长得那么像10年前的你，我是一时糊涂啊。10年前你救了我，你就像一道光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，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，我才动摇了。老婆，老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呀。我自嘲地摇了摇头。彭宪锋，你这番话自己听着不膈应吗？
因为爱我，因为怀念10年前的我，所以跟一个长得像我的人偷情。我伸手用力掰开他的手，狠狠地甩向一边。你不光毁了我们的婚姻，你还玷污了我们的爱情，摧毁了我们整整10年的相知相许。是你亲手杀了当年真心相爱的2个人。彭宪锋，我放手了。现在你可以和那个像我的人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现在你满意了？彭宪锋哭着扑过来，抱紧我。不，老婆，没有别人，我爱的是你，我爱的人只有你啊！一旁原本一脸得意的蔡雪妍，此刻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她走过来，猛地把彭宪锋扯着胳膊拉到了怀里。宪锋哥，你不是说你爱的人是我吗？现在这个老女人退出了，不是好事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纠缠她？啪！彭宪锋回手狠狠给了蔡雪妍一个耳光。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一个替身，你连童熙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都怪你，是你勾引我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你为什么不去死？蔡雪妍被这一巴掌彻底打傻了，捂着脸，泫然欲泣地看着彭宪锋。我疲惫地闭了闭眼，转身拉着自己的行李箱往外走。身后，彭宪锋崩溃地哭叫着：“别走，童熙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，连一次改过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彭宪锋站在原地，眼泪顺着他姣好的脸庞缓缓落下。曾几何时，这张脸，这滴泪对我来说重如千斤。无论什么样的事，只要他哭着跟我撒撒娇，我都会原谅他。如果放在以前，或许我已经把他抱在怀里轻声哄了。然而这一次，我看着他泪如雨下，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。彭宪锋，够了！你说过，我是你人生中的一道光。其实你不知道，你也是。你曾经在我心中那么美好，那么纯洁。可如今，那个美好纯洁的你，只剩一个影子了。算我求你，不要把那仅剩的美好都毁掉，不要让我们10年你的感情变得那么不堪。我这句话落地，原本哭着闹着尖叫着的彭宪锋蓦地僵住了，仿佛直到此刻，他才意识到我已经下了定了决定，不是在闹，在做，在跟他耍脾气。我是真的累了，这段曾经幸福过，如今却支离破碎的婚姻，耗干了我的所有耐心和力气。我是真的不要他了。彭宪锋身子一软，无力地跪坐在了地上，眼角落下的最后一滴眼泪写满了绝望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转身大步离开，再也没有回一次头。离开家之后，我的心里除了痛苦，其实还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轻松。一份不好的感情，切割时可能会疼，但是只有把伤口的腐肉全部去除，才能真正愈合。我原本想去单位或者去酒店凑合一阵，林晨却坚持把我带到了他家里。到了家，他把我推去洗澡。当我走出浴室时，房间里已经被饭菜香填满了，桌上4菜1汤，全都是我爱吃的菜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第一次去老师家吃饭的时候，师母给我做的鸡翅，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，好吃到终生难忘，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人的温暖。这一次，林晨给我做了同样的菜，我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未尽之言，他是想要告诉我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被感动得眼眶酸胀，强忍住泪意，坐下来跟林晨一起吃了这顿饭。晚上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脑子里又乱又安静。我以为自己会失眠，甚至整宿睡不着，却没想到我很快就陷入了梦乡。梦里没有失败的婚姻，没有纠缠我的画面，只有慈祥的老师、
温柔的师母和那个一直看向我的小师弟。我在林晨家一住就是半个月，这些天林晨一直陪着我，我们一起看书、看电影、打牌，也一起喝酒。林晨不是话多的人，但是他的每一个眼神我都能读懂，他在心疼我。我不是木头，我也不是看不出林晨对待我的心意。可是如果我现在就稀里糊涂地跟他在一起，我想这对他也不负责任，不够尊重。我和彭宪锋相爱10年，无论如何，这段记忆无法抹去，只有让时间的潮水渐渐冲淡这份感情。当我有一天想到彭宪锋不再心口绞痛、酸疼难当的时候，或许就可以迎接感情的新生了。彭宪锋一直没有签署离婚协议，后来没办法，我到法院办理了起诉离婚，终结了这段长达10年的婚姻。那之后，我在老师的帮助下调到了别的医院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混得风生水起。1年后，在林晨生日那一天，我跟他表了白。这个跟在我身后默默喜欢了我10几年的男孩忍不住喜极而泣，哭着扑到了我怀里。老师和师母欣慰地看着我们，笑着点头：好啊，好，你们俩终于圆满了。是啊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我和林晨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。时间一晃而过，转眼又是3年，我成了医院的一把刀，最有实力也最年轻的科室主任，却没想到会再次见到彭宪锋。他瘦了很多，也老了很多，看起来憔悴不堪。看见我的瞬间，他的眼泪几乎喷涌而出，他哭得太过失控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把他带到了我的办公室。通过他断断续续的讲述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3年他过得无比痛苦。3年前，我和他离婚后，他和蔡雪妍赤身裸体被拖出车外的视频，不知道被谁发到了网上，在亲友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他和蔡雪妍为此大吵了一下，小女孩毕竟年轻，竟然跟他动了手，把他打成了重伤，自己也蹲了监狱。彭宪锋的伤治好了，却留下了后遗症，成了跛子。因为车震门，他也被公司开除了，丢了工作。童曦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已经受到惩罚了。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不相信你真的能爱上吕林晨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，是不是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刚要说话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林晨挺着肚子走进来，看见彭宪锋的时候愣了一下，随即看向我：你有客人？我笑着摇摇头，走过去拉住他的手：没有，走吧，我下班了。彭宪锋紧紧盯着林晨的肚子，眼里是压抑不住的不甘。童曦，我不信你真的能忘了我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我是你的初恋啊，以前你的世界里只有我，你忘了吗？我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或许是吧，可是从今往后，我的世界里只有林晨、彭宪锋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和彭宪锋的一个共同好友给我发了一个截图，彭宪锋在朋友圈发了那枚婚戒，配文：初恋就是初恋，我相信白月光永远不会被忘记。我回复了一个无奈的表情，一笑置之。谁知不一会儿，朋友却紧跟着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潘嫣都嫁给年轻帅气的小师弟了。某些车震门当事人还以为自己是初恋白月光呢。我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，扔下手机，把身边的林晨搂进怀里。什么初恋白月光，在触手可及的老公面前一文不值，只有握在手里的才是最真实的、踏踏实实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
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